这一次手下画个蓝颜色的画，这个蓝颜色啊，它笔根上放一点白，其余的呢，笔肚呢上的是太青蓝。把颜色调好以后，笔尖上加一点点胭脂，胭脂千万要少，这样就可以画了。这个画头基本造型这样就可以了。花心部位加的是太青蓝加胭脂，这样跟以上别的画头那种办法是一样的，一层一层的把它分出来，后面的重一点。这个蓝色的花头这样就算完成了。朋友们，咱们接下来画一个红颜色的。这个红颜色就大红，这是最常见的。它颜色呢，笔根上、笔肚上上足了牡丹红。这个牡丹红啊，把整个笔上足了以后，把笔尖上的多余的刮走，在笔尖上上胭脂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是咱原来画的荷花型的造型，各种颜色都可以画成各种造型，根据你的画面的需要。哎，这外形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胭脂要浓，笔上的颜色要饱，这样画出来它才浑厚。其余的飞白就留着它了。这个红花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咱们下边接着画一个紫颜色的，紫颜色的笔根上用白，加白，笔尖上加胭脂，胭脂加白就产生一种浅紫。如果感觉跟红太靠近，可以加一点点太青蓝笔尖上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画成什么形状，这个根据你的画面需要。咱这次主要是讲牡丹这种颜色的调配。哎，它的外形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上面现在呈现出来的干湿浓淡花的造型都比较完美。这个时候笔上颜色已经不多了，需要加色。加色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加白了，加一些胭脂和太青蓝。画的时候要注意它瓣儿与瓣儿之间的这种深浅变化，这种关系。行笔画一些走弧线这种动作来完成它这种感觉。这个地方适当的加一下，
找一找它的层次。什么地方感觉不够的，可以再加一下。这几个加这几笔是非常要紧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给大家画一个所谓的墨牡丹。这个墨牡丹并非就是纯墨的，它是有红颜色，就曙红或者是牡丹红，把颜色往笔上足了以后，加胭脂。笔肚上是胭脂，笔根上呢是牡丹红。这个时候呢，笔尖上加墨，这个样调出来，这种颜色就是黑紫的颜色，就是黑红里边发黑，就这种感觉。这就是墨牡丹。外形现在已经画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可以再加墨，在上面加重。尤其是这个画这个红木的这种深红的这种墨牡丹，颜色倒了以后一干，感觉画得很薄，很不饱满，所以说重复它是非常必要的。颜色足了以后，它干了以后也是非常融的一种感觉，黑融的那种感觉。还是从花心最重的地方开始调，找一下花瓣之间的关系。好的地方保留下来，不好的地方修一下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墨牡丹。咱们已经把它完成了。哎，朋友们，咱以上讲了牡丹的9大色系，真正自然界里它千姿百态，有几十种甚至几百种，咱们要把它归纳，这样呢有便于大家的学习和创作。这一课咱们就讲到这里。哎，朋友们，咱们这一集呢主要讲蕊的画法。这个蕊啊有很多的变化，但是它在里边呢起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不可小看。咱先用墨呢在上面画一下它怎么用笔怎么来表现它，就像画逗点一样，下笔提笔，这是慢动作，那快一点，这样就像小逗号一样。但是呢它们之间不能一样大，要变成一种组合。有2个露出来2个，就这样一个长的，一个短的；有3个，一个长的，一个半长的，再一个小的。多了以后呢，就这样一组一组的把它组合起来，就不要再去数了，根据你画头的需要，哎，它就成了这个样子了。这是蕊的具体的点法，笔有点干反而很好，它带出来这个
就像下边那个蕊的小亭一样有感觉。中间呢，它还有一个雌蕊，你可以这样表示一下就行了。根据这个花，咱们应该是把它的雌蕊呢，给它用石绿，纯颜色的石绿。这个石绿覆盖力很强，它属于矿物质，这个少加水，要叫它尽量浓度大一点。直接就点在花心的位置，就用白加藤黄调成一种稠的一种状，但是笔呢要用有弹性的毛笔。这个花它是一个放射性的，这个蕊啊，它有一个规律，出与心顺一半，从花心长出来，它的走向要顺着花瓣儿来画。这个花型它是放射性的，所以蕊的走向也要是放射性的。这样一组一组的把它画上去，夸张一点，它比较好看。这边也是放射性的，出与心，顺与瓣儿。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花就点好了。这种花型，它外边又有向外放射的瓣儿，但是里边的瓣儿呢，它还是向心的。这个点这个雌蕊的这个地方一定要选好，里边的瓣儿是向心的，所以说呢，它是随与瓣，出与心，随与瓣，切记，这是点蕊的一个诀窍。就开始顺着瓣的走向，根据它疏密、长短、大小，用笔要果断，行笔给人感觉非常的潇洒。这个蕊画不好，是件很麻烦的。这样子，前边的可以把它遮一下，疏密关系、大小，这样这个蕊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一张呢，就是千层瓣的，千层瓣的，一般的雌蕊就露不出来了。但是为了使这个花头更加精神，咱就给它挪出来，是吧？千层瓣瓣很碎，蕊呢又特别多，它从瓣的缝隙里边长出来。先把上面的画出来，在这个缝隙里边，根据这个层次，把这蕊给它填上。很特别注意，就是这个千层瓣点蕊是比较难的，点好了以后，它增加它的立体感，点不好可能破坏掉了它的本来的形象。花蕊2、3个一组，主要怎么解决它这个，怎么能点好呢？就关键是笔的走向，切记住，出与心，随与瓣的走向，你怎么点它就不会再乱了。点这边的时候，要看它整体
这边与这边的关系，中间掌握一个疏密的关系，中间密一点，两边疏一点。这就差不多了。这黄颜色的花，你再用黄颜色去点，它就分不出来了。所以说呢，就用朱标加胭脂，这个颜色碰撞一下就可以直接上纸。行笔的方式跟画黄的那是一样的。主要是注意一个行笔的方向，再一个就是疏密。这两样解决了以后，花蕊就不成问题了。好，这个黄颜色的这一张没有点雌蕊，因为用雌蕊将这些东西把它遮掉了，它在没有完全长出来就可以不画，就可以了。咱们今天讲的花蕊，花蕊虽小，它的重要性很大。如果把它画的不到位，画的太多，它就乱了；如果把它画的太少，它又没有精神，它就像人的眼睛一样。这个画花蕊，记住一个口角：出于心，碎于瓣，切记。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。朋友们，今天嘛，咱们开始讲牡丹干的画法。牡丹干在整个画面当中起着很决定性的作用。如果牡丹干处理不好，画大幅作品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讲两种表现方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折墨，用的赭石加一点墨，笔呢最好用尖毫笔，又有能吸水性又有弹性。这个牡丹干呢，它有一个生长规律，就是1年生1尺，退8寸，也就是它是个木本，长1尺的草本，到最后转成木本的有2、3寸长。所以说它的结构呢就顿挫变化就比较多。画它的时候，中锋、侧锋、转锋、顿挫同时用。第一遍画过去的不太满意的地方可以修一修，点一点苔。这就是一个斜出枝的一种直接用折墨画成的干。如果觉得它单薄，可以再加上一点。这样这一个干就基本完成了。但是这个牡丹干呢，它还有一些芽子，牡丹芽出来很多嫩芽。这个嫩芽它的颜色用直绿，直路尖上加胭脂，就像画花萼的办法是一样的。点、拖、
这种行笔方式，点下去拖，可以画2个、3个，也可以画1个。这些门牙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，在画面中它起着一个点缀的作用，充满着一种生命力。它的点，它的多少根据画面的要求和需要，慢慢的来掌握。还有论知，出的一些可以把它画上去。这样，红中有绿，绿中有红，非常鲜嫩，这是符合它的生长规律、大自然颜色，并且在画面上墨给它放在一起，互相生化，非常漂亮。咱们呢，再来学习一种山水画里边的技法，就是焦墨破淡色。这个先上淡色，这个色上什么颜色呢？上点石绿，颜色要稀一点，不要太浓。这是笔肚上的是石绿，笔尖上的赭石，赭石跟石绿在笔上碰完以后直接上纸，顿挫。它这种笔法给咱上次画的赭墨直接上纸几乎相似，但是它的优点是画出来以后比较色彩比较丰富，有一种干中见湿，湿中见干的感觉。这淡色已经是画完了，要用狼毫笔，含水量比较少，上焦墨，多余的部分把它吸走，这样就可以上纸了。在这上面呢，最关键的是怎么行笔。一开始的时候下边粗，可以把这滚笔用上去，出来以后呢直接侧锋，到这地方可以转锋，顿挫走，它就形成了你这地方就中锋用笔，侧锋慢慢转成中锋，收起来了。不要来回的去动它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再去破坏它原来形成这种肌理效果。这样的地方可以再加点墨，它就出了一种干中有湿，湿中有干的这种一种效果，它比较生动，也符合自然规律。真正的牡丹干的味道，那种感觉很接近，画出来也在画面上也很生动。这个时候呢，还需要加一种东西，就是点一个抬点。它牡丹根长1尺退8寸，一年一年的这种一年一年的它的变化很多，有些枝枝杈杈，所以画太光滑了，给感觉就差一些。这种点是觉得什么地方还不够位，强调一下，它起着一种多变化的作用。点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到处乱点，得根据自己的经验慢慢的来掌握。锋
方法上面已经讲了，直隶加胭脂。用笔要利索，这给下一步加花头、加叶子奠定一个基础。这是它的论知。这一章干，这种画法到这里给大家介绍完了。哎，朋友们，今天呢讲了2种牡丹干的基本画法。牡丹干在这个牡丹的创作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它在构图当中是一个很主要的组成部分。希望大家也能够引起一种的重视，平时好好的观察和练习一下。今天呢，咱们就讲到这里。朋友们，咱们以上把这个牡丹的各个部分进行了一种学习，今天呢就把它各个部分组合起来，今天画一个折枝，这里边包含了构图和一种组合。今天呢以这个蓝颜色为例，这个蓝颜色调色还是咱讲过的那个办法调。第一笔重，第二笔，这个样，风中的要注意它的走向，用笔果断一下，在画它之前心里应该有点数，这样基本这个画头的基本造型已经出来了。这时候在画心部位加重一下，再飞出一点层次来，不至于太单薄。好，画头就这样的了。现在给它把花萼和花茎给它画上。画这笔的时候一定要果断。射开了，这个风牡丹呢，就把这个枝子叫它冲着风去，花和叶子顺着风走，这样才增加了它动势和美感。在这个叶茎这种，上这走，从这里就刮过去了，向这走。画叶子的同时，必须要考虑到它的走向。它的走向要是跟花是一个走向，风把叶子刮过来，它形成那么一种走向。这个时候叶子的疏密、干湿，现在这个笔上的颜色水分也很小了，不要再去蘸墨。这就是中国话讲的一笔墨一笔色的道理，这样画出来的东西干湿浓淡，在这一组叶子里边就全表现出来了。从开始画到现在，这个叶子我就蘸了1次墨1次色，基本上就形成了一种斜出枝横造型的一种构图形式。好，这张画到这里勾上叶茎以后，就基本算是完成了。晴天的一般的就是没风没火，它就比较直，利用这个竖直的这种构图方式。这花头呢，咱们用一种2乔的表现方式。什么叫2乔呢？就是一个花当中有2种颜色组成的。这个2乔呢，咱们先从这个粉色开始画。1笔、2笔、3笔，注意它的向心。这边有了，这边也可以加几笔。
画这个白的时候，千万要想着以后这个重的怎么上架，放在什么位置。所以说它有一定的难度。好，这个白的现在基本上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到它干一干以后，咱们再画重颜色。这个白颜色的、粉颜色的已经干透了，现在开始画重颜色的。咱们千万注意，就为什么要叫它干透呢？不干透，上第二遍颜色的画这个深颜色的时候，它特容易串色，一串色就没有形了。所以说它本身它有一定的难度，它这一串色，这还多少有一点走，一串色，它画形就保不住了，保不住喽，它就很难看。哎，这现在基本上的这个形成一个这一种圆。它这为什么叫二乔呢？它是两种颜色，一个花瓣一个花头上两种颜色的花瓣，这边可以再加上一个。现在这个基本的形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粉的这个瓣儿感觉层次不够，可以再修一下。修它的时候要谨慎一点。尽量的躲开原来的这个，后来加上这个深红。好，这个二乔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下边呢，咱们从萼和茎画起，它是立式构图，也是树的走向，因为它晴天的牡丹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考虑它比较亭亭玉立，但是也不是说非常直，在这个立的这个概念当中呢，加一点点变化，把它这几个小叶画上。现在呢，就在不是一个，它还有叶柄，画叶柄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疏密关系，这样出来一个，这又出来一个，因为它是晴天的感觉，为了就是增加这种感觉，咱这个叶子走向呢就向上走。这种干遇到这干的时候不要躲，该给它铺上叶子就铺上，该压住的地方就得压住它，这样才有层次，就加强了它这个竖向走向的一种势。画构图最怕均，最怕平均，在变化当中找种均衡，这个均衡不是平均的意思。好，这张画到这里勾上叶基以后，就基本算是完成了。这是一张立式构图。朋友们，今天呢就讲到这里。咱讲了两种，一种是风中的，一种是晴天的。它的这个构图形式主要是决定于出枝的方向和叶子的走向，请大家注意一下啊！今天就到这里了。
今天呢，咱们来学习这个牡丹花、牡丹叶子的一些基本的画法。这个牡丹叶子啊，在绘画当中啊，它是最后一道工序。花头就好像是人的人头，杆就像人的腿一样，这叶子就好像人的衣服。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画面的效果。往往一些初学者认为这个叶子很好画，其实叶子是很难的，它变化非常多。为了使它能统一，在变化里边要找出一种统一的效果，所以说呢，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的生长规律。这个牡丹花叫三叉九顶，也就是简单的画一下它的基本的图形。一个枝，这里分一个，这里分一个，这上面出3片叶子，这个上面也是3片叶子，同样是这个意思。这就叫3个叉9个顶。如果你在创作当中，在画面当中这样画，那就很板，像标本一样。但是你心里必须要知道它是这种结构。1笔2笔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，这是上这边来的。1笔2笔3笔，这2组，这还存在着3叉9顶的影子。这时候要勾叶筋，勾叶筋呢要用胶墨来勾。这个笔呢要有弹性的笔。这样画起来要注意叶筋的疏密关系，有的多勾一点，有的少勾一点。侧面的就这样勾，从这来就这样勾。这笔有点干，反而也很好，它叫这个在叶子上面去画开，更生动。这一组叶子，这就是它的最基本的一种画法。咱现在呢就画一下这个论叶。这个论叶呢，用颜色就是支绿上到笔根上，水分要稍微大一点，加上点朱标，加上胭脂，这样就可以画了。行笔你就可以这样点。它的3叉9顶的这种关系，在这小叶当中不是很明显，所以你画的时候心里头有个数就行了。这几组就可以了，就着这个笔就可以把它的小干小茎画上。这就是一组叶子。钩筋呢，用胭脂钩也可以，用这个笔呢，水分要小。勾它的时候，侧锋、中锋都用。侧锋、中锋都可以用。哪一个叶子上多画一点，少画一点，凭它的结构感觉，主要是种疏密的关系，这样把它画出来就可以了。这就可以了。就是风中的叶子，把它的动势画出来，用垂墨画也可以，加一点淡色，笔尖上加点墨也可以。风是从这边刮过来的，大小这就是一组叶子。这个叶柄从哪边出来都可以，从这边出来，
可以，从这边出去也可以，它就是一种风把它刮的甩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勾叶筋的时候也要勾的洒脱一点，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啊，多勾了勾几道了，不管它，就是一种感觉，有那种感觉就行了。这折过去的感觉，它有一种动感。就画风中的牡丹的时候，用这种方式。接着呢，再给大家画一个雨中的牡丹叶子，非常大，有一定的重量感，在雨在一打击它以后，有的老叶子它就垂下来了。它就是这种感觉。勾上叶筋，这时候勾叶脉的速度要尽量快一点，画这个雨中牡丹的叶子水分大一点，它有那种诗韵的感觉。勾叶筋也要顺着这个势长一些。牡丹叶子有肥短的，有长瘦的，但是在写意画当中不是那么讲究，但是心中要有这个数，这就是雨中的一种牡丹叶子。咱们呢再画一种早晨寒露的一种叶子，就是早晨通过一夜的水分的滋润，它充满了一种生命力，叶子的向上伸展，非常的舒展。这个时候画叶子呢，它的走向都应该是向上的。这样非常潇洒，这是露中叶子的一种姿态。给它勾上。勾筋的时候也要找这种舒展的感觉，用线要直一些，挺一些。勾叶筋的时候，这个笔有时候是侧面的扫出来的，不需要中锋的时候就不要中锋，侧锋出来这种效果反而很好。这种感觉就有了。以上把几种叶子的基本的画法给大家已经讲过了。这个叶子的关键的东西啊，就是一种感觉。风中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，雨中的是什么样子的，一种感觉能画出来。